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夫。其实我发现呢，很多球友在后场连贯上网时，总是先下 S 习惯放网，但当你放的时候，却发现对手就在前面等着要扑你。那没关系，今天杰夫教大家一招，反手往前勾对角，让你除了放网被对手扑，还可以直接摆脱对手，让你的往前进攻性更加的多。透过勾球的变化呢，让你可以更好去衔接下一个联动。我们会针对3个方向去跟大家去分享。那我们往下看。今天一般来讲，我们的握拍呢是用我们的大拇指对到我们的拍面嘛，对不对？就比较偏传统。很多球友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就会像这样去打反拍。比较可惜的地方是，当你的手比较远或比较偏旁边的时候，你的手腕角度会比较受限。杰夫会建议大家把我们的大拇指放在我们的小斜杠，小斜杠在哪里呢？你看我们的球拍会有几个面嘛，最大的面，握柄最大的面。第二个面，第三个面，斜面这个地方我们会叫它小斜杠。你放在小斜杠上面，大拇指先贴进去之后呢，你的指节、手指头再贴上去，这样子握住的时候，你的掌心是会放松、比较空的。而同时呢，大拇指跟食指的间距也会比较窄。那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是什么？像是我们的正手握拍，像我们的正拍的拿法，只是我们的大拇指会上来，所以它其实会是这个姿态、这个状态。放网的时候，更多是从下往上放。那我们在做勾球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建议把你的球点放在你球的旁侧。什么意思呢？来，我们来球。一般来讲，我们上期刚刚讲放网可是这样子，戳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嘛，对不对？在做勾球的时候，我们更多会希望你原本是要放的样子，然后越过它。那这个位置，当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往旁侧去拨开。所以我们在做勾球的时候，其实有些时候会叫做拨球，把它给拨开的一个概念。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要很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呢，千万不要变成这样子来球。如果你今天是直接在这边就打球，就不论你怎么勾，球都会往上走，击球的位置到它的旁边。会分享2个比较常见的反手勾球的方法。第一个呢，则是善用你的手指手腕，我们着重在手指手腕，把我们刚才的握拍给握好，用我们的手指手腕去做。上去的时候，你是以手指手腕这个姿势稳定住，只用手指手腕这个姿势把球给拨过去。那第二个方式呢，就善用手肘去做。那这时候可以让你的手腕稍微稳定一点，因为可能很多同学是属于手腕比较容易晃动的，那这时候可以尝试把你的手腕轻微的稳定住，不要晃动那么大，然后以你的手肘当支点，小臂稳定这个动作，用你的小臂去带动，小手臂去带动，所以它其实会有一点点回拉的感觉。那不论是高、中、低也是都是有回拉，所以我们在比较偏下手的时候，回拉也是这个状态。它都可以把球给勾过去，上去的时候，这个是手腕，这个是手臂。那你做2个方法都可以，不论你是只用手指手腕去做，或者是说因为你是属于手腕比较容易晃动、不稳定的，那可以轻微的稳定住它，用小臂。如果今天你的击球点是比较偏上面的，击球击到这边的时候，球速就比较偏快。如果今天你的球是放在这边的时候呢，这样击到球的球则会比较偏稳。那取决于你要打出这个球是希望它快点过去，但相对越快过去，它的力量比较大，你有可能比较控制不住。那你可以打一个比较偏下面，击球点在田区的位置打到的时候呢，它则会比较稳一点点，看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个调整。很多时候呢，你的脚步如果没有跑好的话，也会导致你上去人是比较摇晃的，比较站不稳的。那我们在跑脚步的时候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只要记得，我们不论你是用反手做完要上去，或是你在做绕头做完你要上去，你都要记得你的第一个重点是你打完球的时候并一步准备，然后上去的时候呢，启动完上去之后，这一步要把它踩住，你要让你的脚跟先去着地，利用你的前侧、你的股四头、膝盖上面这个地方撑住你的身体，同时你的核心要发力。这时候你做的时候，你的球才会比较稳定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我们的步法，以我们的反手过渡往前做一个示范。做完回来并启动，踩住。
要踩住。所以很多同学或球员在做不好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你们可能是人灌上去，着急的跑，人就会摇晃，又或者是冲，人下不去，你没有办法去踩到弓箭，因为两只脚间距太窄了。尽可能的做完判断，左脚一踩，球拍就出来了，就往前伸了。不是直接伸直，而是当你的左脚踩的时候，手跟着伸，一落直接打。只要你习惯先伸手，就可以让你的动作比较快、比较稳定。再看一次怎么跑，做完，并启动左右。最后一步会有个蹬胯，核心、屁股、身体收好，稳定，拨完。做完之后，并回来准备下一颗。好，我们顺带一提，上去弓箭步撑好的时候，记得你们的脚这样踩向球头的方向，但你的人不会是这样对到球，球不会在你的这里，它会点在这个位置，你会更加的稳定。这就是我们步伐上该怎么去跑动的一个方法。那再来就是大家都很比较需要的训练小配包。击球的时候，你可能会盲目的冲嘛，不晓得该怎么踩上去才会比较顺、比较稳定。最简单的背口诀的方式就是右左右。假设我先起跳，右左右，就口要中间了。然后你要上去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做一个并左右，并左右。那反拍后面也是，再看一次哦，反拍。右左右并左右，在这边也是启动，跨出去之后并步，再上去。如果今天你的步伐、脚步跑得不是那么顺的时候，你可以透过口诀右左右并左右，帮助你去做到启动、移动。那当然，你可以依照你个人的一个习惯去做一些微的小调整，只是说在训练小配搏上面，会希望大家可以让你的步伐更加的干净，更加简单，不要很盲目着急的去跑，好吧？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则是记得一个口诀：快出慢回。如果你遇到一些喜欢做动作、做手法的对手，你会觉得很难受，你会很容易反方向跑嘛。简单来说，我准备，然后球来了，我快出，打完慢回。慢回的目的是什么？看对手要干嘛。慢回，球来，我再快出。慢回，快出，慢回，快出，慢回，看，因为这样你就不用去跑反方向。放慢节奏之后，确定好位置，球来了再加速。因为你慢下来了，你可以仔细的看，关注的看对手的出球，再去单一方向跑。如果你都一直是快出快回，如果你今天快出快回的时候，人家就回放，你就没；但如果你快出慢回，人家回放，你就上去了，因为你可以更好的去做到加速，好吧？这是我们第二个。快出慢回。假想你今天要把球打去哪边，因为其实很多同学在打这个球的时候，就会出现一个，就是从这边勾过去，但力量很难控制，我该怎么去调整它的力量呢？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想象着你要从这边瞄的柱子，我把它瞄的柱子，你们看这样子就会很容易走得很边了，然后再去控制力量。所以我们上去瞄柱子。上去瞄柱子，所以你看，杰威的手会往柱子的方向走，你就不用担心你的球是否走得不够边，只会走到一半，好吧？这是俗称的意象训练。脑中先去想象那个画面，然后既有一些标的物、一些目标去辅助你。那我们正手也是一样道理，正手就我想象着我要打去那边，往左边的柱子勾。你看，那我球就会直接往那边过去了。把你的目标放大一点点，大胆一点去做，多放一个假想物，帮助你去做击球的位置的控制，好吗？那这是我们所谓的训练小配包。很多同学在打这个反手勾对角的时候呢，特别从后场上去的时候，大部分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：第一个，你站不稳，就是你上去打这个球，人站不稳了，很摇晃，所以你的球控不住，飘起来；第二个就是你回不了位。我们第一个站步的更大因素是我们刚才讲步伐的时候有解释过，我们上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让你的脚跟是着地的？
很多同学上去的时候脚跟是没有着地的，它可能是脚尖。你看这样子，你的脚踝就会晃动，你整个它晃动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会不稳定，踩不住，那你的手就会摇晃，身体会摇晃嘛。上去的时候脚跟着地，撑下去稳定，再击球。很多同学在做快速移动的时候，为了赶快走，那你的球也会不稳。因为人也是晃动的嘛，不要在晃动过程中打球，而是在踩稳的过程中击球再走。第二个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，就是我总是打完球回不了位，就是你踩住，我要踩稳，站死了。一些比较好的选手，他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们的后脚都有点浮起来，目的是要干嘛？你可以去稳定推蹬，再回来，千万不要就是这样。站住了，或者是打住了，脚收进去了，你这样站住了，你是回不了位的。好，那么以上呢就是节目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的，如何把你的连贯上网时的反手勾对角给处理好，以上一些细节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我们下回见了，拜拜。